女朋友的嘎吱窝里竟然长出了红色腋毛，一到晚上还会发出电流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趁她睡着给她剃光了，可没想到腋毛下竟被人植入了一个芯片。我把芯片取出来，读取了里面的内容，更没想到里面是一个多达30G 的网盘资料，而网盘里却全是她和别人拥吻的照片。这一瞬间，我知道是时候该给她上点手段，不然她还真以为我只是个臭送外卖的，以为她男闺蜜那点家产就能护得住她。就在这时，我窗外窄小脏乱的小巷里停着整整10辆黑色劳斯莱斯幻影，数十名身着黑色西服的保镖笔直地站在雨后泥泞的地里，领头的老者不顾地上的积水，双膝跪在我面前，身后的数十名黑衣保镖也齐刷刷的单膝跪地，震得附近的老房子都似乎抖动了一下。老奴胡伯率沈氏宗族36天罡恭迎沈墨少主归位。我站立在门口，居高临下看着跪在脚下的所有人，冷淡开口：胡伯，3年了，我的历练在今晚该结束了吧？是，今夜子时试炼期满，这是老爷让我转交给您，里面是沈氏财团的最高权限信物龙纹黑金卡以及全球资产调动密借。从这一刻起，沈氏财团旗下遍布全球的13000家公司、3000亿流动资金，以及那只令人闻风丧胆的暗夜私人保镖，全部听凭沈墨少主调遣。3年前，沈墨为拒绝家族联姻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父亲断了他全部的经济来源，只给他留下一句话：等你什么时候懂了钱的重要性，你就什么时候再回来。如今他终于明白，看着女友当自己面跟别人拥吻时，他所有的一切都懂了。沈墨收起那张卡片，眼里的最后一丝温暖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种让人不敢直视的锐利锋芒。胡伯，帮我去做一件事。少主请吩咐。沈墨顿了顿，眼神看向远处那片灯火通明的富人区，那是柳如烟和叶雨所在的方位。他嘴边勾起一丝残忍的弧度。查一下叶家所有的产业结构，以及柳如烟明天要去哪里，我要给他们准备一份回礼。胡伯浑身一颤，他从沈墨的眼神中看到了一股滔天的杀意。遵命，少主。叶家只是江城的一个2流家族，资产不过100亿，依老奴看，不用查了，直接让其天亮破产便是。不，那样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一切一点一点崩塌。说完，沈墨弯腰坐进车里，车队缓缓启动，像一条黑色的巨蟒，无声无息地驶离了这个贫民窟。车内，沈墨拿起内部卫星手机，屏幕亮起，一条银行短信弹了出来：尊贵的沈墨先生，您的8888账户已解除冻结，当前可用余额为1000亿元。顾言看着那串长得几乎数不清的脸，面无表情地关掉了屏幕，闭上眼睛。游戏开始了。江城的清晨，阳光穿透薄雾。对于叶瑜来说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他昨晚不仅成功追到了校花柳如烟，还狠狠羞辱了柳如烟的那个废物前任沈墨。这种身心双重满足的快感，让他直到中午才从那张3米宽的大床上醒来。亲爱的，醒了。柳如烟穿着一件真丝睡袍，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，她的脸上带着满足的红晕。昨晚的疯狂和豪宅的奢华，让她彻底忘记了那个在雨夜中痛哭的男人。叶瑜接过咖啡，喝了一口，伸手在柳如烟身上捏了一把，随即得意地扬了扬眉毛。你不是一直想要那辆718吗？今天我们去买了，当做我们的定情信物。真的吗？老公，你太好了！柳如烟惊喜的尖叫一声，扑进叶瑜怀里，献上香吻。虽然718只是保时捷的入门款，但在他的朋友圈里足够他炫耀1年了。江城保时捷中心作为全城最高端的 4S 店之一，这里的装修极尽奢华，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氛味。大厅里停满了各种型号的豪车，每一辆都擦得锃亮，宛如艺术品。当叶瑜搂着柳如烟走进大厅时，立刻引来了几名销售的热情接待。叶瑜一身名牌，手腕上的劳力士金表闪闪发光，一看就是大客户。一名打扮妖艳的女销售扭着腰迎了上来：叶少，您来了，今天看什么车？昨天刚到了一辆红色的910，特别适合您的气质。叶瑜指了指身边的柳如烟，一脸的豪气。今天是给这位美女看车，带我们去看看718。好嘞，这边请，请。柳如烟挽着叶瑜的手臂，昂着头像一只骄傲的孔雀，享受着周围羡慕的目光。她甚至拿出手机，对着展厅里的豪车开始自拍，准备发朋友圈。文案都想好了，新生活的开始，感谢赵先生的宠爱。就在这时，大厅的自动感应门再次打开，一个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西装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。他的装束很简单，没有任何明显的 logo， 但如果有识货的人仔细看，他穿着的正是意大利顶级裁缝手工缝制的黄金羊毛系列，一套的价格足以买下半辆展厅里的车。男人身材挺拔，步伐慵懒随意，戴着一副墨镜，看不清眼神，但整个人散发出的那种冷峻而高贵的气场，竟然让原本喧闹的大厅瞬间安静了几分。正是沈墨。不过经过昨晚的一夜休整，再加上胡伯精心准备的造型，现在的他与从前那个外卖员简直判若两人。他没有理会门口那些因为他没开豪车来而有些犹豫的销售，径直走向展厅最中央的那2个展台。那里停着2辆被红绸围起来的镇店之宝，一辆是白色的保时捷918 Spider， 另一辆则是充满了科幻感的兰博基尼毒药文尼能。先生，请不要靠太近。一个有些尖锐的声音响起，沈墨停下脚步，侧过头说话的是那个正在接待叶瑜和柳如烟的女销售。他刚才用余光扫了一眼沈墨，发现这人虽然长得帅，但面生得很，身上也没带什么名表首饰，便下意识地把他归类为来蹭照片的小网红。这边的车都是限量款，
碰坏了漆面，你赔不起。女销售翻了个白眼，虽然用词是先生，但语气里满是轻蔑。那边有免费的咖啡区，或者你可以去拍拍门口那辆马控。听到这边的动静，正在看车的柳如烟和叶雨也转过头来，因为沈墨戴着墨镜换了发型，气质大变。柳如烟第一眼竟然没认出来他，只是觉得这个男人的侧脸有点眼熟，心脏莫名的跳漏了一拍。现在的穷鬼真是越来越没自知之明了。这种级别的车也是这种人能看的？柳如烟附和道：“就是这种人，就是想拍个照发朋友圈装富二代，其实兜里比脸还干净。”沈墨摘下墨镜，露出一双深邃如寒潭的眼睛。他没有看女销售，而是目光越过众人，精准地落在了柳如烟和叶瑜的脸上。那一瞬间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柳如烟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瞳孔剧烈收缩，像是看到了鬼一样。沈墨！他失声叫道，声音尖锐的变了调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是那个昨天还在泥水里捡蛋糕的沈墨。眼前的男人气质金贵，眼神凌厉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让他感到窒息的压迫感。这和他记忆中那个唯唯诺诺，为了5块钱好评低头哈腰的男人完全是两个物种。什么？他是沈墨？叶雨也愣住了，他上下打量着沈墨，随即发出一声夸张的爆笑。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，原来是你小子！怎么把肾卖了，换了身行头来这里装逼？叶雨走到沈墨面前，伸手想要拍沈墨的脸，却被沈墨微微侧头避开。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沈墨淡淡的说道，语气平淡，却让叶雨的手僵在半空。哟呵，脾气见长啊！沈墨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这里是保时捷中心，不是你送外卖的小区。这一身 A 货花了不少钱吧？怎么想来这里钓富婆？那个女销售一听是送外卖的，眼里的鄙夷更甚，她直接走过来挡在沈墨面前，指着大门：“先生，请你立刻出去。我们这里不欢迎衣冠不整的人，更不欢迎来捣乱的。”沈墨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套价值300万的高定西装，笑了：“你的眼光确实只配卖那种入门级的破车。”说着，他指了指柳如烟正在看的那辆718。你骂谁呢？女销售气急败坏：“保安，保安呐，把这个捣乱的穷鬼轰出去！”叶瑜大声喊道，一副主人的姿态。几名保安闻声立刻围了过来，手里拿着橡胶棍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沈墨。柳如烟站在一旁，看着被围攻的沈墨，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快感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本质还是个穷光蛋，在这里有钱才是大爷。沈墨，别死撑了，快滚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这里的车，你连一个轮胎都买不起。沈墨无视了周围的保安，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黑色的龙纹卡，2根手指夹着，在空中晃了晃。我是来买车的，叫你们经理出来买车。买车？拿着张破卡，装什么黑卡会员？这种某宝9块9包邮的贴纸卡，也就是骗骗小学生，还要叫经理，你配吗？女销售也冷笑道：“先生，别演了，你要是能买得起这展厅里最便宜的一个车轮，我今天就把这高跟鞋吃下去。”是吗？沈墨嘴角微勾。就在这时，2楼经理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撞开，一个穿着蓝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。他刚才在监控里看到那张卡的时候，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。作为资深豪车经理，他有幸在一本顶级富豪杂志上见过这种卡的图样。那不是银行发行的黑卡，那是传说中全球影视财阀家族内部通用的至尊龙卡，持卡者富可敌国。都给我住手！经理一边跑一边喊，因为跑得太急，不小心在楼梯上崴了一下，但他顾不得疼痛，连滚带爬地冲进人群，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保安和那个女销售。女销售被推得一个踉跄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见平日里高高在上的经理，此刻却满头大汗，脸色苍白地弯着腰，双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，才颤抖着伸向沈墨。沈先生，不知贵客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该死，真是该死！经理的声音都在发抖，全场死寂。业余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柳如烟的嘴巴张成了 O 型，那个女销售更是像被雷劈了一样，呆立当场。什么情况？这个送外卖的是贵客。沈墨没有去握经理的手，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指着旁边的女销售。他说要吃了这双鞋。经理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反手就是一巴掌狠狠抽在女销售脸上，啪！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大厅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连沈少都敢得罪，还不快给沈少跪下道歉，然后把鞋吃了！经理怒吼道。女销售被打懵了，捂着脸瘫软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沈墨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到那辆兰博基尼毒药面前，伸手拍了拍车身。这车我要了，还有那辆918，还有那边那辆，这几辆全包起来，送到云顶天宫酒店。全要了！经理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，这几辆车加起来总价接近2个亿啊！刷卡。沈墨将黑卡递过去，随着 POS 机吐出长长的单据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只有叶瑜和柳如烟脸色惨白如纸，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。他们看着沈墨那潇洒的背影，心中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天好像塌了。第一，交易成功。这一声电子提示音在死一般寂静的保时捷展厅里，如同核弹引爆后的倒计时归零。POS 机吐出长长的签购单，那是属于金钱的判决书。经理双手颤抖着捧起那张单据，上面的数字长得让他眩晕：1亿8600万，一次性付清，没有分期，没有贷款，仅仅是几秒钟的数据交换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看向沈墨的眼神不再是看一个人，而是在看一尊行走在人间的活财神。他在这行干了20年，见过买车如买菜的富二代，但从未见过买限量版超跑，像买白菜一样，连市价都不是，直接指哪买哪的顶级神豪。
沈少，经理的声音因为极度的亢奋而变得尖锐嘶哑。他弯着腰，卑微地将黑卡和签购单递过去。顾烟随手接过卡，没看那张单据一眼，仿佛刚才刷掉的不是近2个亿，而是200块。他转过身，目光越过经理，落在了角落里那个已经瘫软在地的女销售身上。鞋还在那儿。沈墨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意。经理浑身一激灵，立马转身对着女销售吼道：“没听见沈少的话吗？你是自己吃，还是我让人喂你？”女销售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，她看着沈墨，那个刚才还被她鄙视的穷鬼，此刻身上散发出的光芒，刺得她睁不开眼。她哭喊着爬向叶瑜和柳如烟：“叶少，刘小姐，救救我！我是为了帮你们出气才……”叶瑜此时脸色铁青，她死死盯着沈墨手中的那张黑卡，眼神中交织着震惊、嫉妒和深深的怀疑。闭嘴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叶瑜一脚踢开抓住他裤脚的女销售，然后上前2步，强行挤出一丝冷笑，盯着沈墨。沈墨，行啊，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。不过近2个亿，你一个送外卖的，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柳如烟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她绝不相信沈墨是富二代。如果他是，那这3年自己陪他吃泡面、住地下室算什么？他不仅眼瞎，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笑话。这种认知偏差让他本能地开始寻找借口。对，沈墨，你哪来的钱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？还是你偷了哪个大老板的卡？那可是黑卡，普通人根本办不到。你一个孤儿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？叶瑜眼睛一亮，仿佛找到了合理的解释。对啊，黑卡这种东西不仅要有钱，还要有家族背景和极高的社会地位。沈墨这3年像条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，怎么可能一夜间翻身？原来是偷的或者捡的。叶瑜的底气又回来了，他指着沈墨大声对经理说道：“经理，你可看清楚，这小子底细我最清楚，就是个送外卖的穷鬼。这张卡绝对不是他的，你要是把车给了他，等卡的主人找上门来，你们店就是销赃，到时候你这经理也别想当。”经理一听，冷汗瞬间下来，他也觉得事情太离奇，哪有送外卖的突然拿出几千亿额度的黑卡？他犹豫地看向沈墨：“沈少，这……”沈墨看着这群跳梁小丑的表演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沈墨把玩着手中的黑卡，那条金色的龙纹在指尖跳跃。叶瑜，你的格局也就只能想到这样。就在这时，经理手中的对讲机突然响了，里面传来财务总监惊恐的声音：“经理，刚刚接到瑞士银行总部的加密专线，对方确认了刚才那笔交易，并且什么？并且对方要求我们将展厅最高级别的安保系统全部打开，确保沈先生车辆的安全。他们说沈先生是他们银行全球排名前10的至尊客户，如果他在我们店里受到一丝冒犯，银行将立刻终止与我们集团的所有合作，并启动法务追责。”全球前10这4个字像是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经理的天灵盖上。他双腿一软，差点再次跪下。如果说刚才只是怀疑，那么现在就是来自最高金融机构的官方背书。听到了吗？沈墨淡淡的看着面色惨白的叶瑜和柳如烟，还要报警抓我？叶瑜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像是卡了一块烧红的炭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柳如烟更是摇摇欲坠，她死死抓着叶瑜的手臂，指甲嵌入肉里，疼痛让她明白，这竟然不是梦，真的一切都是真的。那个被她嫌弃、被她抛弃的男人，真的是一条潜龙。沈墨不再理会这对狗男女，他径直走向那辆博基尼毒药，车身线条凌厉如刀，银灰色的碳纤维车身在灯光下散发着致命的机械美感。这辆车全球限量，是无数男人的终极梦想。保镖恭敬地拉开简帮门，沈墨坐进驾驶舱，真皮座椅的包裹感瞬间传来，他按下红色的启动按钮，Mi12引擎的咆哮声在封闭的展厅内炸响，如同沉睡的野兽苏醒。那声浪不仅仅是声音，更是一种力量的宣泄，震得人心脏狂跳。另外那辆918还有这些，送到云顶天宫，这辆我开走。是，沈少您慢走。经理带着全体员工90度鞠躬送行，沈墨轻踩油门，这台陆地战斗机缓缓滑出展位。当车头经过叶瑜和柳如烟身边时，沈墨停了下来，车窗降下，露出他那张戴着墨镜的冷峻侧脸。柳如烟，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柳如烟浑身一颤，下意识的想要挤出一个笑容，想要解释，想要扑过去。这辆车的副驾驶原本应该是你的。沈墨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，冷漠的如同在宣判死刑。另外，叶瑜，回去告诉你爹，让他把公司的账目理清楚，因为很快查账的人就要到了。砰！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沈墨猛地踩下油门，兰博基尼毒药发出一声怒吼，轮胎在地面摩擦出2道黑印，化作一道银灰色的闪电，冲出了展厅大门，消失在刺眼的阳光中，只留下浓重的尾气味和呆立在原地的两人。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，那名女销售还在地上抽泣，手里拿着一只高跟鞋，不知所措。良久，叶瑜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声音都在发抖：查账，他什么意思？他在虚张声势？对，一定是虚张声势。柳如烟看着空荡荡的大门口，心像是被挖走了一块。她突然想起了昨天那个雨夜，沈墨捧着蛋糕说的那句话：“你会后悔。”她现在的确后悔了，不是后悔背叛了感情，而是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再忍几天，为什么没有发现沈墨的真实身份。如果昨天没有分手，那现在坐在那辆兰博基尼副驾驶上的人就是他啊！那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位置。柳如烟转过头，看着身边的叶瑜，突然觉得这个曾经让她引以为傲的富二代，和刚才那个驾驭着钢铁猛兽离去的沈墨相比，简直就像个土鳖。看
看什么看？叶雨恼羞成怒，一把推开柳如烟。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！要不是你，老子怎么会惹上这种怪物？滚！给我滚！江城的街道上，一辆银灰色的兰博基尼毒药如同一道幽灵穿梭在车流中。沈墨单手握着方向盘，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，引擎的轰鸣声和路人惊艳震撼的目光，让他那颗冰封了3年的心终于有了一丝热度。这就是金钱的力量，它能让前一秒还对你趾高气扬的人，下一秒跪在地上舔你的鞋；它能让曾经高不可攀的女神变成随手可弃的垃圾。但沈墨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快乐，相反，一种更为深刻的空虚感涌上心头。复仇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，爽吗爽？但这还不够。他瞥了一眼副驾驶座位，那里空空荡荡。曾经他幻想过无数次，如果有钱了，一定要买辆好车，带着柳如烟去兜风，去海边看日出。现在车有了，比他梦想中最好的车还要好10000倍，但那个想带的人已经不配了。胖子。沈墨突然想起了这个名字，在他最落魄的那3年里，除了柳如烟，他身边就只有这一个朋友王大伟，外号胖子，和他一起在工地搬过砖，一起送过外卖。胖子是个孤儿，比他还惨，但为人极其仗义。我富贵了，怎么能把你忘了？沈墨眼神一柔，他猛地打了一把方向盘，兰博基尼在一个十字路口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漂移，掉头朝着城西的老旧汽修厂方向驶去。那是胖子现在工作的地方，大伟汽修店就开在这个脏乱差的街角。此时正值正午，烈日当空，一个身材魁梧但略显肥胖的青年正趴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底盘下，手里拿着扳手，满头大汗的拧着螺丝，正是王大伟。胖子，死胖子，动作快点，老子赶时间送货呢。面包车司机是个光头纹身男，正蹲在路边抽烟，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换个机油，磨磨唧唧的，信不信老子不给钱？”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胖子从车底钻出来，抹了一把汗，脸上堆着讨好的笑。强哥，您这车底盘有点锈，我顺手帮您做了个防锈，不收钱。少废话，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叫强哥的光头男吐了一口唾沫，站起身走过来。一共多少钱？换机油加滤芯儿，一共280。胖子搓了搓手，280。强哥瞪大了眼睛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。你抢劫啊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强哥脸色一变，一脚踹在胖子的肚子上，胖子猝不及防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老子在你这儿修车是看得起你，这一片谁不知道我强哥？怎么，你想收保护费？强哥一边骂一边招呼路边几个正在打牌的小混混。兄弟们，这死胖子说我赖账，还要讹我，你们说怎么办？那必须得给他松松骨头啊！几个小混混扔下扑克牌，嬉皮笑脸的围了上来，他们手里拿着钢管和扳手，显然是这一带的惯犯。胖子捂着肚子，脸色发白，但他没有退缩，而是咬着牙站了起来。他虽然老实，但不代表没血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几天是他奶奶的忌日，他急需这笔钱买点祭品。强哥，做人要讲道理，钱我不收了，行吗？你们走吧。走，晚了。刚才那一脚脏了老子的鞋，你得赔钱。2000块拿出来，这事儿就算了，不然今天把你这破店砸了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！胖子怒吼一声，握紧拳头，还敢瞪眼，给我打！强哥一声令下，几个混混一拥而上，钢管像雨点般落下。胖子虽然有一身蛮力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很快就被打倒在地，只能蜷缩着身体死死护住头部。周围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街坊，但没人敢上前。这一带都知道强哥是跟黑龙会混的，谁敢惹？就在胖子感觉自己的手臂快要被打断的时候，一阵低沉如雷鸣般的引擎声突然盖过了所有的嘈杂。这声音太特别了，带着一种撕裂空气的尖啸，像是某种高科技武器的发射声。围殴的众人动作一顿，下意识地转头看去，只见巷子口一辆造型夸张，如同未来战舰般的银灰色超跑，正以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姿态缓缓驶来。那低矮的车身几乎贴着地面，复杂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寒光。在这个满是破3轮和2手车的平民，这辆车的出现就像是一艘外星飞船降落在猪圈，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冲击力。我操，这是什么车？一个小混混看呆了，手里的钢管差点掉下来。兰博基尼好像好几千万呢。强哥也愣住了，他虽然混社会，但也就在这一亩3分地横，这种级别的豪车，他连车标都不敢摸。车子在距离汽修店5米的地方停下，剪刀门缓缓升起，一只穿着锃亮皮鞋的脚踏在了满是油污的地面上。紧接着沈墨走了下来，他摘下墨镜，目光扫过那群混混，最后落在了满身脚印、嘴角流血的胖子身上，眼神瞬间冷到了极点。沈墨。胖子眯着肿胀的眼睛，透过指缝看到了那个身影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个穿着高级西装、开着1000万超跑的男人，竟然是自己那个一起吃泡面的好兄弟。你是谁？少管闲事！强哥虽然心里发虚，但在小弟面前不能丢了面子，硬着头皮喊道：“这胖子欠我钱，我们在要债。”沈墨根本没理他，径直走到胖子身边，弯腰把他扶了起来。还能动吗？沈墨拿出一块洁白的手帕，轻轻擦去胖子嘴角的血迹，动作轻柔的像是在擦拭一件珍宝。那块价值1000元的手帕瞬间被染红变脏。墨哥，我没事儿，皮糙肉厚。胖子咧嘴一笑，牵动了伤口，疼得龇牙咧嘴。你这是发财了，还是被富婆包养了？考核结束了，摊牌了。沈墨拍了拍胖子的肩膀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歉意：“兄弟，让你受苦了。”说完，沈墨转过身，面对着强哥那伙人，刚才的温情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上位者的暴力。
刚才哪只脚踢的他？沈墨的声音不大，但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威压。强哥咽了口唾沫，色厉内荏的吼道：“怎么着？有钱了不起啊？老子告诉你，这一片是黑龙会罩着，我是豹哥的人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”黑龙会，豹哥。沈墨微微侧头，似乎在思考这个名字。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赔钱滚蛋！这车不错，借给哥几个开2天。强哥见沈墨没说话，以为他怂了，胆子顿时大了起来，伸手就想去摸那辆毒药的车门。一声凄厉的惨叫瞬间划破长空，没人看清沈墨是怎么动手，只见他猛地扣住了强哥伸出的那只手腕，反向一折，强哥整个人疼得跪在了地上，冷汗瞬间浸透了衣服。我的手，给我上，弄死他！强哥歇斯底里的惨叫着，那几个小混混互相对视一眼，仗着人多，举起钢管就冲了上来。小心！胖子大惊，下意识的想要冲上去挡在沈墨身前，但下一秒，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。沈墨没有退，反而进了一步，他的动作快得像是一道残影，每一次出手都精准狠辣，直击要害。侧身躲过一根钢管，一拳轰在对方的软肋上，那个混混直接飞出2米远，口吐白沫，抬腿一记横扫，两个冲上来的混混像是被收割的麦子一样，齐刷刷倒地，抱着腿哀嚎不到10秒钟，5个拿着武器的混混全部躺在了地上，痛苦的呻吟着。这就是顾家继承人的必修课格斗。在被放逐前的20年里，沈墨接受的是全球顶尖特种兵教官的魔鬼训练。这3年虽然身体素质有所下降，但对付几个街头混混简直是降维打击。沈墨整理了一下微微有些凌乱的袖口，这辆车落地价9800万，刚才你的脏手摸了一下，这交费算你100万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不过分。还有，我也喜欢讲道理，那是我兄弟，你踢了他一脚，我要你1只脚，也很合理吧？不要啊！爷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赔钱，我赔医药费。强哥吓尿了，是真的尿了，一股骚味弥漫开来。沈墨厌恶的皱了皱眉，收回了脚，告诉那个什么豹哥，如果不服，让他去云顶天宫找沈墨。是，谢谢沈少，谢沈少。强哥如蒙大赦，顾不得手上的剧痛，带着几个手下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，连那辆破面包车都不敢要。此时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看呆了，谁也没想到，平时那个温文尔雅，甚至有点窝囊的沈墨竟然这么能打，还这么有钱。胖子站在原地，看着沈墨的背影，眼眶红了。墨哥，沈墨转身走到胖子面前，嫌弃的看了一眼他那身脏兮兮的衣服，把这破店关了。啊，关了，那我干啥？给我开车，月薪10万，年底分红。另外，你奶奶的墓地该修修了，我让人在西山陵园给你留了块风水宝地。胖子是个7尺男儿流血不流泪的主，此刻却忍不住泪崩了。他知道沈墨不是在施舍，是在拉他一把，是用这种方式维护他那点可怜的自尊。墨哥，我这技术开这车手抖啊，抖着抖着就习惯了。走，先带你去洗个澡，换身人皮。今晚有个局，咱兄弟俩去砸场子。什么局？同学聚会。沈墨眼中闪过一丝寒芒，有些人该清算。江城的高中同学群，平日里大多是死水微澜，偶尔有人发个拼多多砍一刀或者微商广告，但今天这个群炸了。班长张志强艾特所有人重磅消息，咱们当年的校花柳如烟今晚在帝豪酒店举办同学聚会，所有费用由柳如烟的未婚夫，咱们江城的杰出青年企业家业余少爷全包，大家必须赏脸啊！我操，帝豪酒店那可是5星级啊，夜少大气，羡慕刘雨嫣嫁入豪门了。想当年咱们班多少男生暗恋她，最后还是夜少抱得美人归。哎呀，某些人估计不敢来了吧？听说还在送外卖呢，这来了多尴尬。手机上艾特沈墨，群里瞬间充满了一种快活的空气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在嘲讽沈墨。当年沈墨是学霸是校草，柳如烟倒追的他让多少人嫉妒。现在看到天才陨落，这种踩一脚的快感让这帮庸人格外兴奋。此时云顶天宫总统套房内，沈墨正坐在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上，手里端着一杯昂贵的红酒，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消息。胖子已经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定制西装，虽然身材还是有些圆润，但人靠衣装。此时的他看起来像个不好惹的金牌保镖。他站在沈墨身后，看着群里的消息，气得咬牙切齿。这帮孙子，当年抄作业的时候喊你墨哥，现在一个个跟狗一样舔业余。胖子怒道：墨哥，咱们不去受这个气，或者直接开着车队去吓死他们。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沈墨放下酒杯，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滑动。他们搭好了戏台，我不去唱这出戏，岂不是辜负了柳如烟的一番心意？就在这时，群里柳如烟突然说话：大家别这么说，沈墨，虽然我们分手了，但他毕竟也是咱们同学。沈墨，今晚你也来吧，业余说了，特意给你留了个位置，你也别自卑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没人会笑话你的。而且业余公司最近在招保安，你要是有兴趣，可以说一声。这段话看似大度，实则恶毒至极，不仅坐实了沈墨送外卖自卑的人设，还用保安这个职位进行羞辱。更重要的是，柳如烟在试探，她在试探沈墨今天上午在保时捷中心的表现到底是不是昙花一现。她在赌沈墨不敢来，或者来了也是虚张声势。如果沈墨不来，那就说明他心虚，上午的黑卡肯定有问题。如果他来了，那就是自投罗网。叶宇已经在酒店安排好了一切，准备当众拆穿他的骗局。沈墨看着这段话，冷笑一声，好准时到。简简单单4个字发出去的瞬间，群里安静了几秒。好，有种，那我就在帝豪酒店恭候大驾。记住，穿的体面点儿，别穿你的外卖服了，帝豪可是有着装要求的。不言关掉手机，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，俯瞰着脚下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。胡伯，老奴在。今晚帝豪酒店是谁的产业？
回少主，帝豪酒店是江城李家的产业，不过李家目前的资金链断裂，正在寻求我们沈氏旗下资本收购。只要您一句话，10分钟内，帝豪酒店就是您的。不用那么急，先让他们蹦跶一会儿。收购合同准备好，今晚我要送叶瑜一份大礼。另外，沈墨看向胖子，别开那辆毒药了。不开毒药，那开啥？开那辆918。沈墨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，太高调了，没意思。咱们打个车去。既然他们想看笑话，那就先让他们笑个够。笑得越开心，后面哭的就越惨。还有胡伯，给我准备一份特殊的贺礼。少主想要什么？一口钟，纯金打造，送钟。胡伯和胖子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骇。送钟，送钟。少主这是要彻底撕破脸，不死不休啊！晚上7点，帝豪酒店门口豪车云集，叶瑜和柳如烟站在宴会厅门口迎宾。叶瑜今天特意换了一身白色的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像个新郎官；柳如烟则穿着那件价值不菲的露背礼服，脖子上戴着一串璀璨的钻石项链，虽然是租的，整个人珠光宝气。亲爱的，你说沈墨那小子真的敢来吗？柳如烟有些不安地问道。虽然查过叶家的账目，暂时没问题，但上午那一幕始终是他心头的阴影。放心吧，我托人查了，那个所谓的全球限量黑卡，如果不是本人持有，银行会立刻锁卡报警。那小子上午肯定是捡了哪个大佬丢的卡，或者是偷的，现在估计早就被银行冻结了，正躲在被窝里发抖呢。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而且我已经跟酒店的保安队长打过招呼，只要沈墨敢来，不管他开什么车，都给我拦在外面先搜身。我就不信他还能变出花来。正说着，一辆破旧的绿色出租车晃晃悠悠地停在了酒店大门口。车门打开，沈墨穿着一身看着很普通的黑色休闲装，但其实是几万块的高定低调款，从车上走了下来。胖子紧随其后，看到这一幕，站在门口的同学们瞬间爆发出一阵哄笑。快看，他真的打车来了，笑死我了，连个车都租不起吗？哎呦，这就是曾经的校草，真寒酸啊！叶瑜和柳如烟对视一眼，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，还是那个熟悉的穷鬼。没变上午果然是演戏。叶瑜整了整衣领，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，大步迎了上去。哎呦，沈大少终于来了！怎么坐出租车啊？你的兰博基尼呢？你的黑卡呢？是不是被警察收走了？沈墨站在台阶下，看着高高在上的叶瑜，眼神平静如水。车太堵，懒得开。至于黑卡，那是给值得的人刷的，给你们刷，你们不配。帝豪酒店宴会厅皇极殿，这里的装修极尽奢华，巨大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垂下数千条光带，将整个大厅照得如同白昼。餐具是全银定制的，桌布是苏绣真丝的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金钱发酵后的甜蜜味道。30多名高中同学此时已经落座，男人们大多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努力模仿着成功人士的坐姿；女人们则聚在一起，互相攀比着包包和首饰，眼神里藏着精明的算计。当沈墨和胖子推门而入时，原本喧闹的大厅出现了一瞬间的安静，紧接着是更为肆无忌惮的窃窃私语。真来了，心理素质真好。你看他那身衣服也没个 logo， 估计是地摊货吧。旁边那个胖子是谁？也是送外卖的？怎么一股机油味儿？叶瑜坐在主桌的最上位，手里摇晃着一杯红酒，怀里搂着柳如烟，像个土皇帝一样审视着走进来的沈墨。哟，沈大少，这边坐。叶瑜指了指角落里一张靠盘菜口的小圆桌，主桌已经满了，特意给你留了雅座，那是离后厨最近的地方，方便你回忆送外卖的感觉。那张桌子上空空荡荡，甚至连餐具都没有摆齐，显然是临时加的羞辱味。胖子气得脸上的肉都在抖，刚要发作，却被沈墨按住了肩膀。沈墨神色自若，径直走到那张角落的桌子旁坐下，仿佛坐的不是冷板凳，而是龙椅。班长张志强站了起来，敲了敲酒杯，一脸谄媚地看向叶瑜。大家静一静，今天咱们能聚在这里，首先要感谢赵公子的大气。这顿饭标准是人均8888元，还有2瓶82年的拉菲，大家鼓掌！掌声雷动，所有人都用羡慕、嫉妒、恨的眼神看着柳如烟，恨不得自己取而代之。叶瑜得意地压了压手，那是自然，为了如烟，这点钱算什么？不像某些人谈了3年恋爱，连个像样的礼物都没送过，最后送个破蛋糕还是坏的。柳如烟掩嘴轻笑，目光轻蔑地扫过角落里的沈墨。赵少，别说了，人家沈墨也是尽力了，毕竟能力有限嘛。我们也别太苛刻。对，能力有限。沈墨，今天这顿饭你多吃点，平时送外卖吃不到这么好的吧？尤其是这澳洲龙虾，趁热吃，凉了就腥了。是。沈墨靠在椅背上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发出一阵有节奏的轻响。叶瑜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这顿饭你确定你能请得起？哈，我请不起。叶瑜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的拍而起。老子一张卡里的零花钱就够买下这个屋，
沈墨，你是不是仇富仇疯了？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大门突然被推开，两排穿着红色旗袍的高挑迎宾小姐鱼贯而入，手里捧着鲜花和彩蛋。紧接着，一个穿着唐装、满面红光的中年男人大步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跟着酒店的总经理、行政主厨等一众高管。排场大的吓人，班长张志强眼睛一亮，惊呼道：“天哪，那是帝豪酒店的老板，江城餐饮界的教父李半辰李总！赵少，您面子真大，李总居然亲自来敬酒了！”同学们顿时一片哗然。李半成在江城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黑白两道通吃，资产数十亿，平时想见他一面都难，今天竟然亲自来这小小的同学会敬酒。叶宇也是一愣，他和李半成其实并不熟，他爹虽然有点钱，但还没到能让李半成亲自作陪的地步。不过在这么多同学面前，尤其是沈墨面前，这个逼必须装圆了。低调低调。叶宇整理了一下领带，满脸红光的站了起来，也就是跟我爸吃过几次饭，没想到李叔叔这么客气。说着，叶宇端起酒杯，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。李叔叔，哎呀，怎么敢劳您大驾？然而尴尬的一幕发生了，李半成看都没看叶宇一眼，直接像一阵风一样从他身边擦肩而过。叶宇举着酒杯的手僵在半空，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，像个被按了暂停键的小丑。全场死寂。只见李半成带着一众高管径直穿过人群，急匆匆地走到了角落里那个最不起眼的位置——沈墨的桌前。下一秒，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，李半成双手抱拳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腰几乎弯到了90。沈少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李某有失远迎，该死，真是该死啊！李半成的声音洪亮，带着毫不掩饰的惶恐和敬畏。他身后的总经理和主厨们更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齐刷刷的鞠躬致意。轰！宴会厅里仿佛引爆了一颗无声的炸弹，所有人的大脑都在这一刻宕机了。沈墨，那个送外卖的沈墨。叶宇猛地转过身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李叔叔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小子就是个送外卖的穷鬼啊！坐在主位的是我是叶宇，叶刚的儿子。李半成直起身，转头看向叶宇，原本恭敬的脸瞬间变得阴沉如水。叶刚那个搞装修的暴发户，他也配让我李某人敬酒？至于送外卖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沈少是来体验生活的，也是你们这群井底之蛙能议论的。说完，李半成再次转向沈墨，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和一支金币，双手奉上。沈少，这是帝豪酒店的股权转让协议，按照您的吩咐，10分钟前已经完成了所有手续。现在这家酒店连同这栋楼都是您的。什么？这一次，连柳如烟都忍不住尖叫出声。10分钟买下了江城地标性的5星级酒店，这得多少钱？30亿、50亿！沈墨看都没看那份协议，随手扔给身边的胖子。大威，以后这酒店归你管，碍眼的直接扔出去。好嘞，墨哥！胖子兴奋的满脸通红，接过文件，腰杆挺得笔直。他这辈子也没想过能当5星级酒店的老总，这感觉真他娘的爽。李总，辛苦了。沈墨淡淡道：“为沈少效劳是李某的荣幸。”李半成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只要能抱上沈家的大腿，送个酒店算什么？那就是个投名状。沈墨缓缓站起身，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面如死灰的叶瑜和柳如烟身上。沈墨似笑非笑，叶瑜此时双腿已经在打摆子，但他还在死撑，他不相信这绝对是幻觉，或者是某种高级的诈骗剧。沈墨，你别装神弄鬼！你哪来的钱买酒店？这肯定是演员。对，李半辰也是你请的演员。叶瑜歇斯底里的吼道，试图用这种方式掩盖内心的恐惧。演员？沈墨摇了摇头，打了个响指，宴会厅的大门再次被撞开。只见4个彪形大汉抬着一个被红布盖着的巨大物体走了进来，那物体沉重无比，每走一步，地板都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大汉们将物体放在叶瑜的主桌前。这是我送给你们的订婚礼物。打开看看。叶瑜颤抖着手抓住红布的一角，猛地一掀，哗，金光万丈。那是一口钟，一口纯金打造，足有1人高的巨型座钟。金色的钟摆在灯光下晃动，发出令人心慌的哒哒声。送钟送钟，全场一片死寂，连呼吸声都听得见。这口钟重999斤，纯金，寓意你们的感情经久不衰，直到寿终正寝。沈墨的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判官。柳如烟吓得尖叫一声，瘫倒在地上。送钟这种诅咒在豪门里是最忌讳的，更何况是这么大的一口金钟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。叶瑜也被吓傻了，他看着那口金钟，映照出自己扭曲变形的脸。沈墨，你这是恐吓，我要报警！叶瑜色厉内荏地喊道。沈墨笑了，报警？这口钟价值2亿，我有发票，合法赠。怎么不喜欢？说到这里，沈墨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冰冷。今天的戏就看到这儿，胖子清场。胖子上前一步，指着叶瑜和柳如烟大吼一声：“听见没有？这家酒店现在姓沈，都给我滚蛋！”沈墨指了指桌上那些还没动的菜肴。这一桌8888的标准，一共3桌，加上2瓶拉菲，总共30万。赵公子既然说了请客，那就把单买了再走，少了1分钱，我就让保安打断你一条腿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沈墨挥了挥手，立刻有10几个保安围了上来，手里拿着橡胶棍，虎视眈眈。叶瑜看着这阵势，终于崩溃了。他知道今天这个跟头实在到底了。他颤抖着掏出卡，在李半成那台随身携带的 POS 机上刷了30万，心在滴血。这不仅是钱的问题，更是面子的问题。他在所有同学面前被沈墨踩在脚下摩擦，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沈墨，山水有相逢，
你给我等着！叶瑜放完狠话，拉起腿软的柳如烟，狼狈地逃出了宴会厅。同学们看着这一幕，一个个噤若寒蝉。他们看向沈墨的眼神，从最初的鄙夷变成了极度的恐惧和讨好。沈少，我们刚才是有眼不识泰山。班长张志强搓着手想凑过来套近，滚！沈墨只说了一个字，张志强吓得一哆嗦，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灰溜溜的跑。其他人也做鸟兽散，生怕跑慢了被沈墨清算。空荡荡的宴会厅里，只剩下沈墨、胖子和李半城。墨哥真解气呀！胖子看着那口金钟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不过这根金钟真的送给那孙子了，太便宜他了吧？送？沈墨冷笑一声，暂时寄存在他那儿，过几天我会连本带利收回来。而且，沈墨转头看向窗外，那里正对着叶瑜逃跑的方向。这只是个开始，真正的猎杀才刚刚拉开序幕。翌日清晨，江城的 CBD 核心区，一座高达88层的摩天大楼耸入云端，大楼顶端的沈氏集团4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俯瞰着整座城市。这里是沈氏财团在江城的分部，君临国际。柳如烟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，脸上戴着大大的墨镜，遮住昨晚哭肿的眼睛，走进了这座大楼。虽然昨晚经历了奇耻大辱，但生活还得继续。叶瑜昨晚回去后发了一通脾气，把家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沈墨一定是给某个超级大佬当了白手套，也就是洗钱代理人。那张黑卡和酒店收购不过是背后大佬的手段，沈墨只是个台前的傀儡。这个解释让柳如烟稍微安心了一些。如果沈墨只是个傀儡，那只要大佬抛弃他，他依然是个废物。哼，等赵少联系上京城的关系，查清你背后的主子，看你还怎么嚣张。柳如烟在心里咒骂着他，他今天的身份是君临国际市场部的副经理，这是叶瑜托了他爸的关系，塞了20万才帮他谋到的职位。虽然只是个分公司的中层，但在江城能在沈氏集团上班，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柳经理早，柳经理这身衣服真漂亮。一进办公室，几个实习生就围了上来拍马屁。柳如烟享受着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，心情稍微好转一些。行了，别贫了。柳如烟摘下墨镜，露出一张精致但刻薄的脸。昨天让你们做的策划案呢？拿来我看看。一个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文静的女实习生，怯生生地递上一份文件。柳经理，这是我和小张熬夜做的关于下季度新品发布的方案。柳如烟接过文件，随意翻了几页，眉头突然皱了起来。啪！她猛地将文件摔在女实习生的脸上，纸张锋利的边缘划破了女孩的脸颊，渗出一丝血迹。这就是你们熬夜做的垃圾！柳如烟尖叫道，把昨晚受的窝囊气全部撒在了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。排版这么乱，数据也不对，你们是猪脑子吗？沈氏集团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对不起，柳经理，我们马上改。女孩吓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捂着脸不敢反驳。改？不用改了。柳如烟冷哼一声，你们两个现在就去人事部办离职。我看那个小张长得跟那个送外卖的死样差不多，看着就心烦，都给我滚！刘经理，求求你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我还要交房租。那是你的事。保安，保安呢？把这两个废物给轰出去！柳如烟不耐烦地大喊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门口传来一阵骚动，谁在喧哗？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。柳如烟正在气头上，头也不回地骂道：“哪个不长眼的，没看见本经理在教训下属吗？给我闭嘴！”然而周围的空气却突然安静了下来。那些原本还在看热闹的员工，一个个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鸭子，惊恐地看着门口，然后齐刷刷地低下头，甚至有人开始发抖。柳如烟察觉到不对劲，猛地转过身，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，为首的是一个穿着深蓝色手工西装的年轻男人，他身材挺拔，面容冷峻，那双深邃的眼睛正冷冷地注视着他，正是沈墨。而在沈墨身后跟着的，竟然是君临国际的总经理、人事总监、财务总监等一众公司高层。平时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此刻却像小学生一样，弓着腰，战战兢兢地跟在沈墨身后半步的位置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沈墨柳如烟惊呼出声，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，撞到了身后的办公桌。怎么哪里都有他？这里可是沈氏集团，是闲杂人等绝对进不来的地方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而且这阵仗是怎么回事？柳经理好大的威风啊！沈墨缓缓走进办公室，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清晰，可他没有看柳如烟，而是走到那个被划伤脸的女实习生面前，递给她一张纸巾。女实习生受宠若惊，颤抖地接过纸巾，谢谢。沈墨转过身，目光如刀直刺柳如烟：“你刚才说让谁滚？”柳如烟看着沈墨身后的总经理等人，脑子里乱成一团麻。她强作镇定，指着沈墨喊道：“沈墨，你胆子太大了，竟然敢闯进沈氏集团内部！保安，快报警抓他！他肯定是混进来偷商业机密的！”他转头看向总经理，急切地说道：“王总，您快看，这个人就是个送外卖的无赖，昨天还恐吓我和叶少，现在他又跑到公司来捣乱，快让保安打断他的腿！”然而让他绝望的是，平日里威严的王总，此刻却用一种看死人的眼神看着他。闭嘴！王总一声怒吼，吓得柳如烟浑身一哆嗦。柳如烟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
他是沈氏财团的唯一继承人，沈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们的顶头上司沈墨少爷。王总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，因为恐惧，他的声音都在破音。轰隆，这道雷比昨晚的暴雨还要猛烈10000倍。柳如烟感觉天旋地转，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。董事长继承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沈墨那个陪他住了3年地下室，为了省2块钱，不舍得坐公交车的沈墨，竟然是千亿财团的太子。这一刻，所有的一切都串联起来。为什么会有黑卡？为什么能买下酒店？为什么李半城会下跪？为什么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都会对他毕恭？毕竟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白手套，也没有什么傀儡，他就是王，真正的王。而他亲手把这个王像垃圾一样扔掉。不，我不信，这一定是梦。柳如烟喃喃自语，眼神涣散。沈墨走到柳如烟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眼神中没有一丝怜悯，只有无尽的厌恶。柳如烟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我原本想，如果你能在公司安分守己，我可以当作没看见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把你那套嫌贫爱富的嘴脸带到我的公司来，欺负我的员工。沈墨转头看向人事总监，查一下他是怎么进来的。人事总监早已冷汗淋漓，立马调出平板电脑上的数据，回少爷是走的特殊通道，推荐人是业余，并没有经过正规面试。业余？沈墨冷笑一声，把手伸到我的公司里来了。好得很，传我命令。沈墨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办公区。第一，柳如烟利用不正当手段入职，且在职期间辱骂下属、滥用职权，即刻开除，并全行业封杀。我要让整个江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录用他。第二，彻查是谁批准的这次入职，无论是谁，一律开除，追究法律责任。第三，把他刚才摔在地上的文件让他吃下去，吃不完不许走。几名保镖立马冲上来按住柳如烟。不要沈墨，沈少，我错了，看在我们3年感情的份上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柳如烟哭得撕心裂肺，妆全花了，像个小丑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真的是爱你的，是被叶雨那个混蛋骗了。我想回到你身边，我也愿意陪你住地下室。住地下室？沈墨蹲下身，看着柳如烟那张丑陋的脸，轻声道：“可惜我现在不住地下室，而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”沈墨站起身接过王总递来的消毒湿巾，擦了擦手，仿佛碰到了什么脏东西，通知法务部准备起诉叶家。沈墨扔掉湿巾，眼中闪烁着猎人看到猎物的光芒。既然叶瑜那么喜欢用关系，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关系。我要让叶家在1周之内从江城除名，从君临国际出来。沈墨坐进了停在门口的迈巴赫，虽然刚刚才狠狠地踩碎了柳如烟的尊严，但他并没有感到多爽快。这种级别的对手太弱，弱到让他觉得无趣。他的目标是那个在背后一直搞小动作的叶家少主。副驾驶上的胡博转过头，刚才接到消息，叶瑜正在到处找关系，想要查封您的账户。他找了市里的关系，还联系了京城的几个二代。沈墨挑了挑眉，他倒是挺有韧性，查封我的账户。他不知道瑞士银行的防火墙是5角大楼级别的吗？不过叶家最近好像攀上了一棵大树。胡博神色凝重了一些。据暗夜情报组回报，叶刚叶瑜父亲最近频繁接触京城萧家的人，萧家是京城4大家族之一，势力庞大。如果叶家真的成了萧家的附庸，那对付起来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。萧家沈墨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，在沈氏财团的全球版图里，京城萧家不过是个大一点的蚂蚱，但在国内，萧家确实有些能量。看来这次叶家是想找个靠山来压死他这个暴发户，有意思。沈墨嘴角上扬，既然他想玩大的，那我就陪他玩玩。胡博帮我约一个人，谁？叶家的最大债权人，也是叶刚的死对头，天海集团的王天海。当晚，江城最神秘的私人会所听雨轩，王天海坐在包厢里，有些坐立不安。他今天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，说有人要送他一场大富贵，地点约在这里。听雨轩是会员制，光入会费就要500万，能在这里组局的人非富即贵。门开了，沈墨独自一人走了进来。他换了一身便装，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邻家大男孩，但身上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，让在商海沉浮30年的王天海都感到一阵心悸。你是送你富贵的人，年轻人口气不小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王天海，天海集团董事长，主营建材物流。最近因为叶家恶意压价抢占市场，你的公司资金链快断了。如果下个月再还不上银行贷款，你就得破产清算，跳楼了。王天海脸色大变，沈墨语气平淡，却字字诛心。怎么知道你是叶刚派来羞辱我的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沈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，推到王天海面前，这里是10个亿无息借款。王天海看着那张支票上的脸，手一抖，茶杯里的水洒了出来。10个亿，这足以让他起死回生，甚至反杀叶家。你想要什么？王天海警惕地问道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要你在3天后的建材招标会上做一件事。沈墨盯着王天海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全力狙击叶家，把价格压到成本线以下，亏多少我补多少。我要让叶家接不到一个订单，手里囤积的几亿元材料全部烂在仓库。王天海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是要搞死叶家，而且是用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疯狂打法，怎么不敢？敢怎么不敢？王天海猛地一拍桌子，眼中满是血丝。叶刚那个王八蛋早就想弄死我了，
既然有贵人相助，老子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咬下他一块肉。很好，沈墨站起身，记住这只是第一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沈墨离开后，王天海看着那张支票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，但他知道江城的天要变了。此时叶家别墅，叶余正跪在地上，他爸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败家子，你个败家子！那个沈墨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连李半城都给他下跪，你惹谁不好？惹这种神仙！”爸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以前真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中了彩票？彩票能买下帝豪酒店，能拿黑卡，你长没长脑子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现在已经得罪死了，求饶也没用，只能先下手为强。我已经联系了京城萧家的三少爷，明天他就到江城，只要萧少肯出面保我们，就算那个沈墨是过江龙，也得给我盘着。真的，萧家肯帮我们？哼，那是因为我答应把公司30%的股份送给萧少当见面礼，都是你个畜生害的。不过只要能度过这一劫，等萧少出手收拾了那小子，他的酒店，他的钱，最后不还是我们的？说到这里，父子俩对视一眼，都露出了贪婪阴毒的笑容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一张巨大的网已经悄无声息地在他们头顶张开，而收网的人此刻正站在城市的最高处，看着他们，像看着2只待宰的羔羊。江城的清晨，沈墨正坐在云顶天宫的顶层露台上吃早餐，他的面前摆着一份精致的班尼迪克蛋和一杯刚刚萃取的蓝山咖啡，脚下是整座苏醒中的城市。少主鱼咬钩了。胡博站在一旁，手里捧着内部加密卫星手机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含义。经侦大队的人已经在楼下，带队的是副队长刘猛。沈墨切开溏心蛋，看着金黄色的蛋液缓缓流出，神色平静的像是在听天气预报。理由呢？涉嫌巨额资金来源不明以及跨国洗钱。胡博冷笑一声，叶家这次是下了血本，不仅动用了刘猛这层关系，还伪造了一份您在海外的离岸账户流水。虽然做的粗糙，但在程序上足够把您扣留48小时。48小时，沈墨插起一块蛋白送入口中，细嚼慢咽，足够叶家在媒体上造势，把我的名声搞，再让银行冻结我的资产，最后逼得我走投无路。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。少主需要老奴动用那张牌吗？只需一个电话，刘猛这身皮就得扒下来。胡博眼中杀机毕露，不急。沈墨擦了擦嘴，站起身。既然他们想演一出痛打落水狗，那我就配合他们演到底。我让他们觉得自己赢定了。那个京城来的萧大少又怎么会粉墨登场？正说着，套房那2扇厚重的红木大门被人粗暴的敲响，砰砰砰！开门，警察办案。胖子正在客厅里擦拭那把昨天刚买的古董吉他，听到这动静，吓得手一抖。他透过猫眼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煞白，转身跑向露台。墨哥，不好了，外面全是警察，说是要抓你。大伟淡定。沈墨拍了拍胖子的肩膀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不发话，你不许动。大门被人强行撞开，5、6个穿着制服的警员冲了进来，为首的一个满脸横肉，目光凶狠，正是刘猛。谁是沈墨？刘猛大吼一声，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配枪上。沈墨从露台缓缓走进客厅，双手插兜，目光扫过这群不速之客，最后落在刘猛身上。我是有何贵干？有人举报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刘猛二话不说，掏出手铐就要往沈墨手上铐。慢着！胖子急了，冲上去挡在沈墨面前。你们有证据吗？凭什么抓人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滚开，妨碍公务！连你一起抓！刘猛一把推开胖子，力气极大，胖子踉跄着撞在沙发角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沈墨眼神一冷，那股上位者的威压瞬间爆发，让刘猛这种老刑警都感到心头一颤。手铐我自己戴。沈墨伸出双手，语气冰冷，但你要记住，这副手铐戴上去容易，想摘下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刘猛愣了一下，随即恼羞成怒，少废话，带走。沈墨被带走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在1个小时内传遍了江城的上流圈子。叶家别墅内一片欢腾。爸，您这招真是绝了！叶瑜看着手机里那张沈墨被押上警车的偷拍照片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您看，这小子也有今天。哼，跟我们斗！我就说嘛，那小子的钱肯定来路不正，违规操作。这下他完了，只要进去，不死也要掉层皮。叶刚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盘着2颗核桃，脸上满是老谋深算的得意。哼，跟我斗，他还嫩了点儿。那他的那些资产？柳如烟坐在一旁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他昨天被开除后，就像条丧家之犬一样，跑回赵国身边求收留。现在看到沈墨倒台，他比谁都兴奋。放心，只要定了他违规操作的罪，他的酒店、车子、账户里的资金，全部都要被限制处理。我们再通过萧少的关系运作一下，以低价接手的方式把这些资产转过来。太好了！柳如烟激动的浑身发抖。沈墨啊沈墨，这就是你羞辱我的下场。等你出来变成了穷光蛋，我看你还怎么狂！就在这时，管家急匆匆的跑进来：“老爷少爷，萧少到了。”车队已经在门口了。叶刚闻言，猛地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。快随我出去迎接，这可是京城来的真龙，是我们叶家翻身的最后底牌。
江城市公安局审讯室，这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盏刺眼的白炽灯挂在头顶，强光直射在沈墨的脸上。沈墨坐在铁椅子上，双手背靠在桌子上，但他并没有像普通嫌疑人那样惊慌失措，反而闭着眼睛，像是在闭目养神。砰！刘猛把厚厚的一叠卷宗摔在桌子上，厉声喝道：“别装睡，老实交代！你账户里的巨额资金是从哪儿来的？谁指使你进行违规操作的？你的上线是谁？”沈墨缓缓睁开眼睛，适应了一下强光，淡淡道：“我说那是我的零花钱，你信吗？”哼，你当你是谁？中东石油王子吗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了。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，你只有如实交代这一条路。证据？沈墨笑了，那是看傻子一样的眼神。你所谓的证据，就是叶刚给你的那份伪造流水。刘队做人要有脑子，就不查查我那张黑卡的发卡行是哪里吗？刘猛心里咯噔一下，其实他也觉得奇怪，如果真是洗钱，哪有这么高调的？是啊，审讯室那扇厚重的铁门被人从外面轻轻推开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没看见我在审？刘猛暴怒回头，然而当他看清门口站着的人时，手里的铁锤咣当一声砸在了自己的脚面上，疼得他一声惨叫。门口站着一位穿着中山装的老者，虽然头发花白，但腰杆笔直，浑身散发着一种久居高位的威严。而在这位老者身后，江城市局的局长郑伟正一脸冷汗的躬身陪同。老者没有看刘猛，而是目光越过他，落在了背靠椅子上的沈墨身上。下一秒，老者快步走上前，无视了所有人，直接单膝跪地：“老臣萧天和救驾来迟，请少主责罚。”这一声如同惊雷炸响，局长腿一软，差点瘫坐在地上。刘猛更是吓得魂飞魄散，连脚上的剧痛都忘了。萧天和那个京城4大家族之一萧家的现任家主，那个经常出现在新闻联播里的商界泰斗，他给这个洗钱犯跪下了，还叫少主。沈墨看着跪在地上的萧天和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。萧老，你那不成器的孙子，最近在江城可是威风的很啊！萧天和浑身一颤，额头冷汗直冒。少主息怒，老臣管教无方，那个畜生要是敢冒犯少主，老臣这就亲手废了他。时间倒回到1个小时前，叶家别墅门口铺着红地毯，2排保镖肃立，一辆挂着金8888牌照的劳斯莱斯幻影缓缓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白色休闲西装、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走了下来。他长相斯文，但眼神中透着一股目空一切的傲慢。这便是萧家三少萧晨、萧少，欢迎欢迎，您能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叶家蓬荜生辉啊！叶刚带着叶瑜和柳如烟卑躬屈膝地迎了上去，脸笑得像朵老菊花。萧晨用手帕捂住鼻子，似乎有些嫌弃这里的空气。他淡淡的叶刚一眼，叶总客套话就免了，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视察一下家族在南方的投资。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个不开眼的小子，敢动我们萧家的狗。虽然被称作狗，但叶刚却一脸荣幸。是，就是那个沈墨。不过您放心，已经被我送进局子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就让他把牢底坐穿。办事还算利索。萧晨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走吧，带我去局里看看，我倒要见识见识，什么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正好我也缺个乐子。叶瑜一听，顿时兴奋地跳了起来。萧少卿，那个沈墨现在肯定已经被打得半死了，正好给您当个活靶子练练手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杀向市公安局，一路上叶瑜和柳如烟不停地给萧晨灌输沈墨的恶行，把他描绘成一个不仅骗财骗色，还极其嚣张跋扈的无赖。萧晨听得连连冷笑，心中已经判了沈墨死刑。市局大院，当萧晨带着叶家父子走进大厅时，却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。平时喧闹的办公区此刻鸦雀无声，所有的警察都站在走廊两侧，神情肃穆，像是在等待什么大人物。有刘猛这排场搞得不错嘛。叶刚还以为这是为了迎接萧晨，更加得意了。萧少，您看，这就是我们江城的办事效率。萧晨不置可否，背着手往里走，来到审讯室所在的走廊尽头。叶刚看到那扇门紧闭着，门口并没有守卫，萧少人就在里面。叶刚上前一步，猛地推开门，大声喊道：“刘队，萧少来视察工作，那个废物招了没？”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因为他看到了令他世界观崩塌的一幕。审讯室内，原本应该耀武扬威的刘猛，此刻正跪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而被靠在椅子上的沈墨，此刻已经被解开了手铐。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者正弯着腰，小心翼翼地用湿毛巾给沈墨擦拭手腕上被勒出的红印。那个老者的背影，萧晨太熟悉了，那是他爷爷，萧家家主萧天和。爷爷。萧晨站在门口，摘下墨镜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听到这声爷爷，萧天和转过身，此时的他哪里还有面对顾炎时的卑微，脸上满是暴怒的红潮，眼神凶狠的像要吃人。混账，你还敢来！萧天和怒吼一声，抄起桌上的那个铁锤，不顾年迈的身体，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一样冲向萧晨。爷爷，你干什么？我是晨儿啊！萧晨吓傻了，根本不敢躲。砰！萧天和一脚踹在萧晨的肚子上，把他踹翻在地，然后手里的铁锤狠狠地砸在萧晨身边的地板上。火星四溅，混账东西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你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？萧天和指着依然坐在椅子上喝茶的沈墨，手指颤抖。那是沈少，是我们萧家的恩主，是掌控全球经济命脉的话事人。你个不孝子孙，竟然敢帮着外人对付沈少，你是想让我们萧家九族尽灭吗？轰隆隆！叶刚、叶瑜、柳如烟三人
此刻仿佛被五雷轰顶。萧家的恩主，全球经济命脉化身人，这几个词像核弹一样在他们脑海中炸开。他们一直以为沈墨只是个有点钱的暴发户，或者是某个大佬的傀儡。可现在，连京城4大家族的家主都要给他下跪，称他为主。这已经不是踢到铁板了，这是踢到了原子弹的开关。沈少，萧晨捂着肚子，脸色惨白的看着不言。他终于想起来了，家族核心密卷里确实记载过，萧家之所以能发迹，全靠100年前依附于一个神秘的隐世家族沈氏，而沈氏的族徽就是那条五爪金龙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萧晨反应极快，他猛地爬起来，冲到沈墨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左右开弓，狠狠地抽自己耳光，啪啪啪！沈少，我有眼无珠，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我是畜生，求您饶我一命，求您看在我爷爷忠心耿耿的份上，饶了萧家吧。沈墨放下茶杯，缓缓站起身，他没有理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的萧晨，而是走到了已经下瘫的叶家父子面前。叶刚此时已经尿了裤子，浑身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，叶瑜更是翻着白眼，快要晕过去了。柳如烟缩在墙角，用双手捂着脸，根本不敢看沈墨一眼。叶刚，你刚才说要让我把牢底坐穿。沈墨的声音很轻，但在死寂的审讯室里却如惊雷般刺耳。不敢，沈少，沈爷爷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我是。叶刚拼命磕头，额头撞在水泥地上，血流如注。还有你柳如烟。沈墨的目光落在那个女人身上，你说这是我羞辱你的下场？柳如烟浑身一颤，抬起头，那张原本精致的脸此刻满是鼻涕和眼泪。沈墨，求求你，念在，闭嘴！沈墨打断了他，我说过你不配提过去。沈墨转过身，对萧天河淡淡说道：萧老，这里太吵了，清场吧。是。萧天河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对着门外的保镖挥了挥手，把叶家这3个人带走，别脏了沈少的眼。另外通知下去，全力配合沈少接下来的行动。叶家不需要存在了，不要啊！沈少饶命！在一片凄厉的惨叫声中，叶刚、叶瑜和柳如烟被像死狗一样拖了出去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比地狱更可怕的绝望。沈墨走出审讯室，外面的阳光正好，胖子正焦急地等在门口，看到沈墨安然无恙，激动地冲上来给了他一个熊抱。墨哥，我就知道你没事，吓死我了。沈墨拍了拍胖子的后背，笑了笑，没事了。不过游戏还没结束。不言抬头看了看天空，眼神变得锐利无比。刚才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该上正餐了。去交易所，我要让叶家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最后一点痕迹都彻底抹去。江城证券交易所，大户室，这里是金钱的战场，无数红绿数字的跳动决定着千万人的命运。此时距离股市收盘还有最后2个小时。沈墨坐在指挥席上，面前是整整一面墙的显示屏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 K 线图。在他身后站着从华尔街紧急调来的30名顶尖操盘手，以及满头大汗的王天海。少主，叶家旗下的叶氏建材目前股价是28.5元，市值约50亿。因为萧家要入股的传闻，今天上午还涨停。胡博会报道涨停。沈墨冷笑一声，那就是最后的回光返照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下午13点30分，开始吧。沈墨轻轻敲击了一下桌面，第一波抛售先把股价砸开涨停板。是30名操盘手同时敲击键盘，那整齐划一的噼里啪啦声，宛如战场上的机枪扫射。大屏幕上，叶氏建材的股价瞬间出现了一根笔直向下的绿线，原本封死涨停的100万手买单，在沈墨海量的卖单面前瞬间被吞噬殆尽。28.5、28.0、27.5，仅仅5分钟，股价暴跌5%，引起了市场的恐慌。与此同时，叶氏集团总部，叶刚刚刚被从局子里放出来，不过是为了配合沈墨的金融战，暂时保释。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被冲进来的财务总监抓住了袖子。叶总不好了，有人在恶意做空我们的股票，股价跳水了。什么？叶刚顾不得头上的伤，冲到电脑前，看着那根断崖式的 K 线，他心惊肉跳。快护盘，动用所有流动资金把股价拉上来！只要撑过今天，虽然萧家不管我们了，但我们不能自己先垮呀！叶刚此时还存有一丝侥幸，觉得只要保住公司，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他疯狂地把公司账户里最后的5个亿全部砸了进去。随着资金入场，股价开始止跌回升，慢慢爬回了27元。叶刚擦了擦冷汗，吓死我了！看来对方资金也不多，就是想吓唬吓唬我。然而在交易所里，沈墨看着屏幕上那微微翘起的曲线，嘴角勾起一抹戏谑。诱敌深入，全仓浸泡。沈墨淡淡道：王天海，该你上场了。一直在一旁摩拳擦掌的王天海大吼一声：早就等不及了，给我发通告！下一秒，一条重磅新闻引爆了整个财经圈。突发天海集团实名举报，叶氏建材长期使用劣质原料，涉嫌重大工程质量问题，并附上详细检测报告与内部账目。这条消息一出，无异于一颗核弹扔进了股市，原本还在观望的散户和机构瞬间炸锅了。工程质量问题，这可是建筑行业的死穴！跑，快跑啊！无数卖单像雪崩一样涌出。此时沈墨下达了第2道指令：收网，全线做空，不计成本，给我砸到退市。明白？30名操盘手火力全开，这一次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千亿级别的资金碾压。27.0、25.0、20.0、15.0，叶氏建材的股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直线坠落。叶刚那5个亿的护盘资金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，瞬间就被吞没。叶刚看着电脑屏幕，双眼充血，浑身冰凉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钱，我的公司！
少主，银行那边已经动手了，叶家的所有贷款被宣布提前到期，银行已经冻结了他们所有的固定资产，还有税务局也进驻叶氏集团了，还有原本跟叶家合作的30家供应商集体上门讨债。沈墨听着这些汇报，面无表情。这就是资本战争，一旦雪崩开始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下午15点收盘，叶氏建材的股价定格在2.8元，跌幅90%。叶家完了，曾经不可一世的叶氏集团，在短短2个小时内，市值蒸发95%，不仅1分钱不剩，还背上了数十亿的巨额债务。傍晚江边，夕阳如血，染红了江面。叶刚、叶瑜和柳如烟3人像丧家之犬一样坐在江边的长椅上，他们的别墅被封了，车子被拖走了，连身上的名牌衣服都被债主扒走，现在只穿着破旧的衬衫，瑟瑟发抖。柳如烟披头散发，目光呆滞地看着江水。就在昨天，她还在做着豪门阔太的美梦，还在嘲笑那个送外卖的前男友，而现在梦醒了，现实残酷的让她想死。一辆黑色的迈巴赫缓缓停在路边，车窗降下，露出沈墨那张冷峻的脸。胖子坐在驾驶座上，一脸解气地看着这3个落水狗。看到沈墨，叶瑜像是发了疯一样冲过来。沈墨，沈少，我错了，求求你给我一条活路吧，哪怕让我给你当狗也行啊，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给你看大门。沈墨看着这个曾经拿钱砸自己脸的男人，眼中没有任何波澜。当狗，我家的狗吃的是 A5 和牛，你吃不起。至于柳如烟，沈墨目光扫过那个缩在后面的女人，柳如烟抬起头，眼中燃起最后一点希望。她想用以前那种楚楚可怜的眼神打动沈墨，但她忘了，她现在的样子比鬼还难看。听说你很喜欢钱。沈墨拿出1枚硬币，轻轻一弹，叮，硬币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，落进了滚滚江水中。下去捞吧，捞到了就是你的。说完，沈墨升起车窗，迈巴赫启动，绝尘而去，只留下漫天的尾气和绝望痛哭的3人。胖子一边开车，一边看着后视镜感叹道：严哥，这帮人以后会怎么样？叶刚会因为经济犯罪和涉黑坐牢，大概率死在里面。沈墨闭上眼睛，疲惫地靠在椅背上。叶瑜背了一身债，只能去黑砖窑搬砖还债，体验一下真正的底层生活。至于柳永和活着，在这个城市最阴暗的角落里活着，看着我一步步登顶，看着他曾经拥有的东西是多么耀眼，这种后悔比杀了他更痛苦，这就是他的结局。车子驶入繁华的市区，霓虹灯光映照在沈墨的脸上，光影交错，复仇结束了。但沈墨知道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属于他的商业帝国才刚刚打下第一根桩。江城的深秋，风里已经带上了刀子。对于柳如烟来说，这个秋天比往年冷了1万倍。叶家倒台后的第3天，他被房东从那套位于 CBD 的高级公寓里赶了出来，理由很简单，房租已经逾期1周。而那个曾经替他刷卡续费的叶宇，此刻正穿着囚服在看守所里啃馒头。他拖着2个巨大的行李箱，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像个被世界遗弃的孤魂野鬼。没关系，我还有这些包，还有首饰。柳如烟哆哆嗦嗦地安慰自己。这2个箱子里装着他这3年奋斗的全部，10几个爱马仕和香奈儿，还有叶瑜送的各种珠宝。只要变卖了这些，至少能换几百万，足够他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，钓新的金龟婿。他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江城最大的2手奢侈品回收行米兰站。老板，这些都要卖，都是全新的发票，发票找不到，但你可以验货。柳如烟把10几只包一字排开，努力摆出一副富家女厌倦旧款的高傲姿态。店老板是个戴着老花镜的中年人，他戴上手套，拿起那只限量版的爱马仕喜马拉雅，只看了一眼5金件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他又拿起一只香奈儿摸了摸皮质，最后拿起那条梵克雅宝项链，用放大镜照了照。10分钟后，老板摘下眼镜，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。你是来砸场子的，还是被人骗了？你什么意思？这可是叶氏集团公子叶瑜送我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叶瑜，叶家都破产了，你也别拿他压我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一桌子东西，只有这只 LV 的老花水桶包是真的，不过成色太差，顶多值2000块，其他的全是广货超仿品，还是低端的那种，连5金刻字都是歪的。轰！柳如烟感觉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，耳边嗡嗡作响。柳如烟尖叫着，像个泼妇一样把包里的东西倒出来。看这个钻石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那是莫桑钻，200块1颗。老板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行了，别在我这演戏。这种富二代拿假包炮拜金女的戏码，我1年能见800回，也就你们这种眼皮子浅的女人才会信。拿着你的垃圾赶紧滚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赝品全是赝品。柳如烟失魂落魄地走出店门，怀里紧紧抱着那只唯一是真的却破旧不堪的 LV 水桶包。那是3年前沈墨送他的第一个生日礼物，那时候沈墨刚开始送外卖，为了买这个包吃了整整3个月的泡面。只有这个穷光蛋送的东西是真的，而他却为了那些光鲜亮丽的赝品，亲手扔掉了这世上最珍贵的真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柳如烟蹲在马路牙子上，又哭又笑，路人纷纷侧目，以为是个疯子。就在这时，马路对面的巨型 LED 大屏突然亮了起来，屏幕上正在播放江城新闻。画面中，沈墨身穿深黑色手工西装，站在刚刚更名为沈氏中心的摩天大楼前，身后站着市里的几位一把手，还有恭敬肃立的京城萧家家主萧天和。主持人激动的声音传遍整条街道，今日沈氏财团正式宣布，将投资5000亿打造江城未来城项目。沈墨董事长表示，这将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与金融中心。与此同时，沈氏集团宣布启动青云计划，首批将投入100亿，资助全城的贫困大学生和基层创业者。
镜头推进，给了沈墨一个特写，他依旧那么英俊，但眼神中那股睥睨天下的霸气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温润的少年。柳如烟伸出手想要触碰屏幕上的那个人，却只能摸到冰冷的空气。大屏幕下，一辆迈巴赫缓缓驶入，胡博坐在副驾驶低声说道：“少主，看到那个女人了，就在路边，看起来很惨。”沈墨侧过头，透过单向玻璃，冷漠地扫了一眼蹲在路边痛哭的柳如烟。惨吗？当初我发着高烧在雨里送餐的时候，他坐在业余的跑车里笑得很开心。这个世界是守恒的，毕竟选了的，每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的。一个活在回忆和悔恨里的废人，不值得我再浪费1秒钟。沈墨收回目光，看向手中的文件。胖子那边怎么样了？回少主，王总现在干劲十足，他接手了叶家留下的烂摊子，正在进行资产征属。这小子虽然文化不高，但那股江湖义气，很对那些包工头的修改，现在工地上都服他。他还特意把那个曾经打断他肋骨的工头招回来当了保安队长，说是要以德服人。沈墨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，这死胖子倒是学会了我的3成手段，让他准备一下明晚的龙宴，他是主角之一。车窗外高楼林立，霓虹闪烁。沈墨看着这座城市，短短1周，他从这里的底层爬到了顶端，但这并不是结束。江城太小了，甚至容不下他那条真龙的一只爪子。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远的地方。明月高悬，江城帝豪酒店，今晚这里将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晚宴，沈氏龙宴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商业晚宴，更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。整个江南省乃至京津圈珠三角的顶级豪门，都已能拿到一张印着金龙徽章的请柬为荣。酒店方圆5公里内被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，只有手持请柬才能通行。红地毯从酒店大堂一直铺到了街口，两侧是数百名黑衣保镖维持秩序，还有数十家国内外顶尖媒体的长枪短炮。快看，那是京城叶家的大小姐，她竟然也来了。还有魔都的船王陈家，天啊，沈少的面子也太大了。那是谁好眼熟？我的天，那是某国的大使。记者们疯狂按动快门，闪光灯将黑夜照成了白昼。酒店大门外，一个衣衫褴褛、头发蓬乱的女人试图混进人群。让我进去，我是沈墨的未婚妻，我是未来的沈太太，你们让我进去。柳如烟神志不清地推搡着保安，她已经饿了2天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她固执地认为，只要见到沈墨，只要他跪下来求她，沈墨一定会心软，毕竟他们曾经那么相爱。疯婆子滚远点！保安厌恶地一把将她推倒在地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就你这乞丐样，还沈太太，沈少养的狗都比你穿得好。柳如烟摔在冰冷的红毯边缘，手掌被磨破，鲜血直流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加长版的林肯领袖1号缓缓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定制西装、身材魁梧的胖子走了下来。他梳着大背头，虽然还是有些胖，但那种自信和威严的气质，让他看起来像个久经沙场的商业大亨。王大伟，他现在是沈氏集团旗下天域建设的总裁，掌管着数百亿的工程项目。他看到了地上的柳如烟，柳如烟也看到了，他眼中迸发出最后一丝光芒。胖子大伟，我是柳如烟啊，我是你嫂子，你快带我进去，我要见沈魔。王大伟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校花。以前柳如烟从来不正眼看他，甚至嫌弃他身上有汗味，不让他上桌吃饭。王大伟笑了，笑得很冷。柳如烟，这声嫂子你也配？胖子，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帮我。柳如烟爬过来想抓他的裤脚，王大伟后退一步，避开了他的手。莫哥说了，这辈子不想再见到你，这是他对你最后的仁慈。王大伟从怀里掏出一叠现金，大概几千块，随手扔在柳如烟面前，拿着钱买张票滚出江城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说完，王大伟整了整西装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金碧辉煌的大门。柳如烟看着地上的钱，又看了看那扇近在咫尺却远如天际的大门，终于彻底崩溃，趴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她的哭声被淹没在宴会厅传来的悠扬管弦乐中，无人问津。宴会厅内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。沈墨站在2楼的环形露台上，手里端着一杯香槟，俯瞰着脚下的芸芸众生。京城萧家的萧天河，魔都陈家叶家，这些跺跺脚都能让商界地震的大佬，此刻正围在楼下仰望着他，等待着他的垂询。少主吉时已到，福伯轻声提醒。沈墨点了点头，缓缓走到露台中央的麦克风前，全场瞬间肃静，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。诸位，沈墨的声音通过顶级的音响设备，清晰地传遍每一个角落。感谢各位赏光，今天请大家来只有2件事。沈墨伸出一根手指，第一，宣布一个规矩，从今往后，在江南省做生意，只能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沈氏的声音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叶家就是最好的例子，霸道狂妄，但台下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狂妄就是霸气。第二，沈墨目光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了站在最前排的王天海、萧天河等人身上。我沈墨不喜欢吃独食，沈氏这艘航母即将出海，目标是星辰大海。在座的各位如果愿意上船，我沈墨欢迎，未来的利润我许诺你们翻10倍。我等愿誓死追随沈少。萧天河第一个跪下，高声呐喊，愿誓死追随沈少。哗啦啦，全场数百名顶级权贵齐刷刷的单膝跪地，向着2楼那个年轻的王者献上了他们最高的忠诚。这一刻，沈墨彻底完成了从一个落魄外卖员到商业帝王的蜕变。他看着台下这片黑压压的人头，
心中却异常平静。曾经他以为复仇就是终点，但现在站在山顶，他才发现复仇不过是登山路上踢开的一块绊脚石。山顶的风景很美，但也很冷。突然，一道清脆的女声打破了这种肃穆：“沈少，好大的威风啊！不知道我叶小媛有没有资格上这艘船呢？”大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红色晚礼服、气场绝艳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，她身后跟着2名黑衣侍女，手里捧着一份文件。京城叶家大小姐，有着京城第一美人和商界武则天之称的叶小媛。全场哗然，这位可是出了名的高傲，连皇室王子都看不上，竟然亲自来给沈墨捧场。沈墨看着那个红衣女子，嘴角终于勾起了一抹真实的笑。叶小姐肯赏光，沈某求之不得。叶小媛走到楼下，仰起头，那双美目中闪烁着棋逢对手的兴奋光芒。这是叶家在欧洲的100座港口的转让书，算是我给沈少的一份嫁妆。沤不入火里，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100座港口，那是多少钱？无法估量。沈墨举起酒杯，遥遥致意，成交。在这个夜晚，江城的传说达到了顶峰，没有人再记得那个叫柳如烟的女人，所有人都在传颂着沈墨与叶小媛的双亡会。1个月后，江城西郊第一监狱，这是一座关押重刑犯的最高戒备监狱，高墙电网，插翅难飞。沈墨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，站在探视窗外，玻璃对面坐着2个剃了光头、穿着囚服的男人。叶刚仿佛老了20岁，满脸皱纹，眼神浑浊，而叶瑜则像个呆子，嘴角流着口水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我是富二代。”法拉利，我的。他在狱中因为受不了巨大的落差和狱霸的照，已经疯了。刚拿起话筒，手抖得像帕金森。您来看笑话。沈墨看着这2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仇人，眼中没有恨，只有一种看尘埃的淡漠。我来看看我的作品。沈墨淡淡道：“叶刚这里的生活习惯吗？”习惯。叶刚老泪纵横。沈少，求求您给我儿子换个单间吧，他快被打死了。以前是我们不对，我们猪油蒙了心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大人有大量。沈墨打断了他，不好意思，我心眼很小。我记得那天雨夜，叶瑜往我脸上甩钱的时候，可没想过要有大量。好好享受你们的余生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你们，保证你们长命百岁，活受罪。说完，沈墨挂断了电话，任凭叶刚在里面如何拍打玻璃、磕头求饶，沈墨都没有再回头看一眼。走出监狱大门，深秋的阳光洒在身上，却不觉得冷。一架巨大的阿古斯塔 AW139私人直升机正停在草坪上，螺旋桨带起的气流吹得周围的枯草倒地。胖子穿着飞行夹克，戴着墨镜，正站在舱门口冲他招手。墨哥该出发了。航线申请好了，直飞魔都，然后转机去纽约。沈墨深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。江城的事已经了结，叶家覆灭，柳如烟在这个城市的下水道里苟延残喘，而沈氏的旗帜已经插遍了江南省的每一个角落。但他知道，这只是个新手村，真正的战场在那片波诡云谲的国际金融海域，在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华尔街，在那一个个隐藏在暗处的古老财阀。胡波走上前，递给沈墨一件大衣。少主老爷发来消息，他在瑞士总部等您。家族的全球长老会即将召开，是真正的权力中心。那些老家伙可不像叶刚这么好对付，那样才有趣，不是吗？沈墨接过大衣，披在肩上，大步走向直升机。风衣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宛如战袍。他登机，转身，最后看了一眼这座生活了24年的城市。那些屈辱，那些泪水，那些爱恨情仇，都在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变得越来越小，最终化为脚下的一粒尘埃。起飞！沈墨一声令下，直升机拔地而起，刺破云层，向着东方那轮喷薄而出的红日呼啸而去。乾隆在渊，腾地9天。沈墨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